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一款不太一样的月饼——葡萄月饼。现实中这款月饼不是我们的原创，有记载它始于1862年清朝的同治年间。具体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，但它是一款非常好吃的月饼。对于这款月饼网上也没有制作教程，那今天就把这款月饼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500克的土豆，有的地方也叫马铃薯。第一步，把土豆的皮刮掉。看见这个土豆我想起来前段时间分享土豆丸子，我也是这么介绍的。很多山东的朋友提醒我，咱们这边叫地蛋，确实在山东这边老土话叫做地蛋。把刮好皮的地蛋切碎，放在蒸锅上蒸熟。切碎的这个土豆比较好蒸熟，用筷子戳一戳，感觉软了就是蒸熟了。蒸熟的土豆趁热放在一个碗中，用一个工具把土豆捣成土豆泥儿。土豆处理完之后就起锅，我们要把土豆炒一下。用中小火来加热，锅中先加入50克的麦芽糖，紧接着立马再加入100克的水，然后再加入50克的白砂糖。接着就快速的搅拌，取来铲子把糖水化开。麦芽糖和糖全部化开以后，不一会儿水就沸腾了，然后把刚才的土豆泥儿放进去。看到这一步很多朋友就会想，是不是在做黑暗料理？看上去可能会有点黑暗料理吧，但是做好之后味道肯定是相当的哇塞。这一步就要持续的不断翻炒，把材料里的水分靠干。现在这个馅料已经炒制到很粘稠的状态了，然后加入30克的食用油，建议味道比较小的，比如说玉米油，然后接着翻炒。不断的翻炒，馅料的颜色就逐渐变深了。炒至这种比较有形的状态，就可以添加剩余的材料了。接着添加50克的橘饼碎，有桂花酱的可以添加50克的桂花酱，吃起来更好吃。接着把现有的这份材料再炒一会儿，炒至均匀。简单的炒至均匀之后，添加葡萄干50克的黑加仑，再添加100克的青葡萄干。葡萄干的品种有很多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，一共是用了150克。最后添加50克熟的核桃仁儿，简单的炒至均匀之后就关火，然后盛出放凉。馅料放凉以后，里面有麦芽糖，就稍微硬一点了。然后戴上一副一次性的手套，把馅料分成50克一个，一共是分了16个馅料。我们把馅料放在一旁，接下来准备皮子的馅料。这款月饼的皮子是松酥的口感，和传统的广式苏式的月饼完全不一样。首先在碗中加入200克的食用油，建议味道比较小的，比如说玉米油。接着添加2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接着加入200克的白砂糖，用蛋抽不断的混合材料，混合到白糖全部融化。
现在这个材料看上去有点奶白色，颜色比刚才浅了，这个时候就是搅拌好了，然后加入1克的小苏打，接着搅拌。加入了苏打以后一搅拌，颜色看上去又回来了，这个时候就搅拌好了，然后加入420克的低筋粉。低筋粉的分量就左右调节一点，因为加入的鸡蛋有大有小。接着就把这份材料混合成一个柔软的面团。面皮准备好以后就把馅料包在里面。面皮是50克，刚才的馅料也是50克，一共是100克。包好以后放在模具里面，材料比较软，不易成型，用模具帮助它成型。这个模具的大小是直径7.5厘米，高3.5厘米。用一个模具按压上花纹，如果没有模具，可以用手按平，做一款不带花纹的。全部制作好之后，就可以送入到烤箱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200度，下火预热到200度，放在烤箱的下层烤16分钟左右。烤好以后，一款特别好吃的葡萄月饼就做好了。这款馅料真的非常棒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这款月饼的表皮有一点酥脆，和传统的广式苏式月饼完全不一样。月饼烤好以后就放凉脱模，用保鲜袋包好，放到第2天口感是最好的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。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也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